这天在课堂上，女老师故意撩起裙摆，紧接着又在课本上留下房间号，希望男孩能够明白她的暗示。男孩一时间不敢确定，便在大家放学后故意留在教室。他借着提问的机会跟老师独处，又在归还课本时故意触碰老师的小腿。老师没有声张，而是直勾勾地盯着男孩。两人对视的那一刻，正值青春懵懂的少年瞬间被女老师深深吸引。从那以后，只要教室没人，他就会忍不住去闻老师坐过的凳子，哪怕被人发现，他对老师的这份迷恋也丝毫没有减少。更是在老师需要人帮忙取教学用具时，他主动提出帮忙。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走在楼梯间里，包臀裙下的曼妙身姿让男孩一时间看得失神，一不小心弄坏了楼梯的扶手。安妮见状急忙前去帮忙，却不料校长恰巧从此经过，为了不被发现男孩弄坏了扶手，老师瞬间将男孩推向了角落。看着心心念念的老师近在咫尺，男孩不受控制地吻了上去。两人终于打破了那层微妙的界限，意犹未尽的他们再次躲进储物室的角落，在昏暗的空间里进一步探索，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才结束这一切。男孩恋恋不舍地擦去口红印，却浑然不知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掉进了老师精心设计的温柔陷阱里。14岁的杰克正处在最躁动不安的年纪，他对成人世界充满了懵懂的好奇。在课堂上，他和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聊着成人话题，下课后又冲进厕所里攀比着某方面的数据。虽然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其中的意义，但火热的氛围还是让他们乐此不疲。这天在课堂上，同学将嚼过的口香糖递给了他，杰克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还用它打掉了教室里的苍蝇。这一看似顽皮的行为，却意外地吸引了老师安妮的注意。放学后，安妮将他留了下来，准备好好教育一番。Det faktum att jag inte har rutit till har kanske kommit er att tro att jag inte har lagt märke till. Ingenting kan vara felaktigare. Kollektivt tuggummi-tuggande är inte bra. Det främjar och så lappen. Vet inte vad den tog vägen. Höger bakficka。可当他让男孩念出那张纸条时，他却显得非常抗拒，无论如何都不愿当他的面朗读。安妮只好亲自查看，发现纸上写满了几个男生对男女之事的幻想和讨论，这让安妮寂寞已久的心泛起了涟漪。他非但没有严厉的批评杰克，反而让他清理苍蝇的残骸，自己则留在讲台批阅作业。在杰克清理黑板上方的苍蝇时，他偷偷转头看向老师。安妮那白皙的脖颈充满了诱惑，瞬间让杰克起了不该有的想法。而安妮似有察觉般转头发现男孩果然在盯着他，但他并未出言指责，而是任由杰克继续窥视。他心里清楚，这份来自少年的目光将让他感到久违的悸动。从那以后，杰克陷入了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他每天都早早地来到教室，只为了能在老师安妮面前多待一会儿。考试时，他的注意力全在老师身上，每次老师走过他身边，他都会故意靠近一些。安妮注意到了他的举动，但他选择了沉默。这天之后，杰克渐渐不再满足于这种远距离的目光交汇，他直接来到老师的家，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Har jag tagit fel? Nej, jag har inte tagit fel. 老师把他迎进了房间，暧昧的气息悄然自生。在偷尝过禁果后，安妮告诫杰克以后不要贸然前来，要不然会撞见她的丈夫。杰克乖巧地点了点头。然而就在这天，安妮的丈夫提前回了家，杰克慌忙地躲进了房间，本想着趁男人背过身的间隙迅速逃离，却还是被 Frank 发现了。Vilket ämne? Vad som du läser extra i? Ja, engelska. Oj, jag måste till kaninen。转眼就到了安妮生日那天，杰克为她准备了一束鲜花，却不料安妮的丈夫 Frank 突然回家，杰克吓得将花藏在身后，小心翼翼地躲避 Frank 的视线。Frank 似乎没注意到什么异常，反倒兴致勃勃地跟男孩聊起了天，还带他看了自己藏酒的地方。Oblandat i. 随后布兰克和他谈起了他最喜欢的古典乐以及他在工作中的趣事。杰克在这次交流中仿佛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共鸣，一种超越年龄与身份的默契。然而这段禁忌之恋并未就此停歇，杰克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频繁地出入老师家。安妮对男孩宠爱有加，知道他昨晚太累，便主动帮他请了早上的假，可就在点名时差点说漏了嘴。frånvarande idag förutom Stig. Är Stig frånvarande?
杰克一边沉溺于老师的温柔乡中，一边又感到对不起 Frank， 因为自从上次交换名字后，他们便经常坐在一块听音乐。Frank 像父亲一般和他聊着事业，聊着音乐。在 Frank 的感染下，杰克渐渐对音乐有了兴趣，也不再对男人有紧张感。但好景不长，这天杰克穿着安妮的睡衣出来找水喝，一转头却发现 Frank 坐在餐桌旁，男人看着他，眼神有一丝苦涩和自嘲。杰克心里一紧，本以为会迎来一顿责骂或暴怒，没想到 Frank 却只是缓缓开口，说起自己的过去。多年前 Frank 也曾犯过错，一次醉酒后和别人有了不该有的关系，还不小心把情人的丝袜落在车后座。安妮发现了这件事，大吵一架后，夫妻俩开始分房睡。那时他们才结婚1周，他知道妻子从未真正原谅自己，也知道他内心的空虚。面对如今的局面，他选择了沉默。经历了这件事情后，杰克依旧会来到安妮的家中，但不再是去寻找安妮，而是和 Frank 一同聆听音乐。可这次 Frank 听着听着就痛哭起来，杰克看着他那憔悴的面容以及眼底难以掩饰的沧桑，他真切地体会到了成人世界的沉重与艰辛。随后 Frank 下定决心想要戒酒，他把酒全都倒进了洗碗池，发誓要和过去的自己告别。而杰克在他的影响下，也不再沉溺于那段禁忌之恋，逐渐找回了青春该有的活力。一个女同学被他的模样深深吸引，在一次社区聚会时，他邀请杰克来到自己的房间，女孩锁上了门，褪去自己的衣服，并告诉杰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而杰克却直接愣在了原地，看着男孩闪躲的眼神，女孩瞬间明白他对自己并无兴趣，一股羞愧感涌上心头，他有些愤怒地让男孩离开。自那以后，杰克对男女之事变得淡然了许多，他不再执着于那些暧昧与冲动，反而开始像 Frank 一样把心思放在音乐上。但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那就是安妮明明早就知道丈夫出轨，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段婚姻。直到几天后，他亲眼看到 Frank 再次醉倒在沙发上。Jag vet. Men jag har lagat själv. 原来是因为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生活的重担压垮了他。看着男人崩溃的样子，杰克内心五味杂陈，那种无力感和负罪感像是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而安妮也意识到了 Frank 知晓了他们的关系，干脆当着 Frank 的面招呼杰克回房。这是杰克第一次对他感到失望，他没有答应安妮的邀请，而是轻轻地给 Frank 披上毯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安妮并不打算就这样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上课时，安妮再次解开裙扣，并在纸上写下见面的时间。可这一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心跳加速，而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接口上厕所走出了教室。他没有去洗手间，而是径直走进了舞蹈室，躲进了角落的道具箱里。很快那个曾经向他表达心意的女孩也找到了这里。他刚进门，一张小纸条就从箱子的缝隙里滑了出来。女孩看完后立刻支开了同伴，也钻进了箱子里。没过多久，一群女生冲进体操室训练，跳跃生此起彼伏，他们踩着节拍跳过箱子，完全没注意到里面藏着2个人。直到所有人都离开后，2人红着脸从箱子里爬出来，女孩害羞地轻轻吻了他一下。那一刻，杰克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爱情。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杰克的家庭突发变故，他收到了军队的加急信件，告知他哥哥所在的军舰被敌人击沉。他沉默地走进厨房，学着 Frank 的样子痛饮烈酒。他担心母亲知道后接受不了，于是便关闭了广播里打捞残骸的新闻。如今家中只剩他和母亲，所以杰克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接下来的日子里，男孩每天上完课后便会去电影院打工，而被无情冷落的安妮终于耐不住寂寞，找到杰克所在的电影院。可没想到女孩也找来了，女孩一直不见杰克的身影，于是出来寻找他，结果就撞见安妮和杰克不堪的一幕。第二天，杰克找到女孩想要替自己辩解，女孩却觉得他恶心。Jag vill aldrig se dig mer, aldrig. Jag skulle önska att du flyttade. Eller så vill vi flytta, så man inte riskerar att träffa på sånt äckel som du när man där. 2人的第一次恋爱就此结束。他随后找到安妮，想要停止这段禁忌的关系。安妮知道杰克有了新女友，很是生气，她失控地敞开衣襟，让男孩帮自己宽衣解带。见杰克不为所动，安妮拿起摔碎的酒瓶逼迫他。2段感情的背叛让他的生活变得混乱不堪。现在的他只想破罐破摔。Ta den! Hör du vad jag säger? Ta den! 杰克最后还是听从了老师的要求。安妮察觉到了他的不情愿，因此他毅然做出了决断。他找到校长，以杰克多次旷课为由，希望学校能给予他留级处分。安妮之所以如此果断，只是为了不再让杰克继续影响他的情绪。既然无法留住他，那么就必须彻底斩断。Jag har bett dig stanna kvar här för att tala om att jag ser mig nödsakad att kugga.
Det här råkar vara en läroinrättning med en kaninpark. 杰克听完，气愤地将他推进杂物间。他不能理解，明明安妮知道自己旷课的原因，为什么还要说谎？ Vet du varför jag inte var närvarande på de jävla timmarna? Jag låg i din säng och väntade på att du skulle komma hem på frukostrasten och få ett nummer. Prata på det här sättet. Va? Jag vill inte att du pratar. Om vad? Vadå? Vilket alternativ? Tror du att det var något särskilt? Det var vanliga knull. Tror inte att det var något särskilt. 本以为这次过后，安妮会和杰克彻底决裂，没想到他再次让男孩上台答题，然后偷偷掀起裙子。这次杰克直接踹倒了讲台。 Vill du vara snäll och lämna klassrummet? 最终，杰克还是受到了处分。听着校长的说辞，他百口莫辩，只能愤然前往教室寻找证据。然而，当他翻出上次安妮写下的约会时间的本子时，却发现老师早已将其销毁。无奈之下，杰克只好来到安妮家中，想拜托知晓一切的弗兰克为自己作证。然而，弗兰克始终沉默不语，只是埋头喝着闷酒。显然，他仍想维系那脆弱的婚姻。看着他那懦弱隐忍的模样，杰克彻底没了办法。这天，哥哥死亡的消息也接踵而来。在这双重的打击下，男孩在电影院坐了好久。他反复播放哥哥被打捞起来的影片，试图在这无尽的悲痛中寻找一丝慰藉。难道成长的代价真的这么残酷吗？不久后的烈士追悼会上，整齐的军歌唱响，所有人都在为他们默哀。回去的列车上，杰克看向父亲，那个总在外地奔忙的人。此刻，他站在车厢一角，嘴里低声哼着军歌，像是用这种方式纪念逝去的儿子。那一刻，杰克忽然懂得，有些悲伤不需要眼泪也能沉重，有些责任不需要言语也能扛起。随后，他走进礼堂，在安妮讲话时走上前，毫不犹豫地解开裤子，当众羞辱了她。他震惊慌乱，却无法反驳。杰克冷冷一笑，转身离去，任由流言四起，不再回头。这不是报复，是他对过往最彻底的切割。最后，他回到教室，拿走所有课本，那些曾是他们秘密联系的纽带，如今被他亲手带走。他不再逃避，也不再沉迷，他选择告别过去，为自己的青春郑重写下终章。当杰克在礼堂中肆意解开裤链，那一刻，他像是一头挣脱束缚的野兽，在文明的礼堂里发出原始的嘶吼。安妮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他那精心雕琢的教师形象轰然崩塌，紫色睡袍下的躯体在羞愤中站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失败者，而杰克，这个他曾经倾注欲望与情感的少年，已然走出了这场激烈的泥沼。而《教室别恋》这部电影，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深处最隐秘的欲望与挣扎。它让我们看到了青春的躁动与迷茫，看到了成年人的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徘徊与沉沦。杰克的成长之路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他最终选择了挣脱，选择了面对现实。这正是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成长是一场必须独自完成的修行，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能真正走向成熟与自由。